今天是周末，但是突然降温了，手伸在外边都有点发冷。刚才摸了一下凉水，有一点刺骨的感觉。本来计划周末到地里边干点活的，还有很多要移栽的菜苗，然后还有很多要播种的种子，但是因为一直在下雨，所以也没法弄。另外，像西红柿、茄子、黄瓜呀，还有些菜都需要打侧枝了，但是阴天下雨也弄不了。只能再等等了，等到一个好天气。今天趁着天气比较冷，我们打算吃火锅暖和一下，所以我来菜园里边看看摘哪些菜。我们棚里有一个长得特别好、特别巨大颗的生菜，我今天干脆把它拔下来，或者涮火锅，或者拌一个沙拉。看，真是巨大的一颗。我稍微把它清理一下。哦，看，这一只巨大的蜗牛，先放在这，一会儿给鸡吃。哦，这还有一个大蜗牛。啊，我先大概冲一下，然后回去再好好洗吧。现在这个水太凉了，马上就6月份了，这个水刺骨的凉，降温降得太厉害了。我再拔一颗大葱，锅底调味用。看看还有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还得再弄一点香菜叶子。行了，这么多香菜叶子应该可以了。然后我再找找有没有大小合适的萝卜，拔2颗。哦，这儿有一颗，这一颗挺大的。哎，哇！哇，这颗萝卜不错。我找一下种的比较密的地方，然后再给它拔下一颗。这个吧，这个也还可以。哇，这2颗萝卜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这个叶子也是特别的脆嫩，一碰就断了。白菜都抽苔了，我再看看能不能找一些菜叶子。啊，这好像都不能吃了，这个应该都不能吃了。然后我再来摘2颗油麦菜。啊，这一颗挺大的，我觉得1颗就够了，先摘1颗吧。这菠菜已经有点老了，我来挑一些嫩的摘回去。行了，我就先摘这么多吧。这一把菠菜清洗干净之后还是挺多的。哦，这个撇兰长得特别好，特别大个。不过撇兰不太适合涮火锅，我就不摘了。这边还有茴香，一下雨的话都倒了。这个也不适合涮火锅，就不摘了。我稍微摘几颗青江菜，这个涮火锅应该是可以的。我一边摘一边就把根儿给剪了。这个品种的青江菜是特别的怕热，天气稍微热一点它就抽苔。前几天挺热的，不过这2天降温，一下又冷了，这个菜应该又会长好的。行了，这么一把应该够了。圆白菜我也先不摘了，这个也不太适合涮火锅。啊，这个芦笋没太注意，都长这么大了。我再看看能不能找到嫩一点的，能找到的话也把它摘回去。这个还好，这个有点细，但是应该也还挺嫩的。这个也摘回去。还有这颗也剪了吧。这个还可以，
这口味把它剪了。好了，就找到这么几个比较嫩的，一会儿回去也是把它丢到火锅里边涮着吃吧。我再来看看莴笋。好了，就这2颗吧。啊，再来摘一些蒿子杆儿。啊，有一部分已经长老了，因为没来得及摘。这些老的我先把它摘掉，一会儿扔掉。行了，应该够吃了。行了，把那些有花骨朵的挑出去之后，剩下的就比较鲜嫩了，是可以吃的了。行，我们再去拔2颗大蒜来调蒜汁用。我先把这些已经倒掉的挖出来。行了，我挖了有6、7头，应该是足够了。哎呀，这些菜叶子我把它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就喂鸡去了。今天家里的鸡应该是比较高兴了，有这么多菜可以吃。稍微把菜上的土给它们冲一冲。这些就是我刚才摘过的菜了，看看有油麦菜，有上海青，有生菜，然后这边有葱、蒜，还有香菜，还有2个大白萝卜，有菠菜，有蒿子杆儿，还有2个莴笋。然后有几颗芦笋。行了，这些应该是够我们吃了。我再拿上这个小朋友的小桶，给他们摘1桶草莓回去。啊，看看这个，这肯定是被鼻涕虫咬过了。这草莓红了之后，就要及时的给它摘掉，否则的话，就会被鼻涕虫啊、蜗牛啊，还有这个小鸟就给吃掉了。哦，这还有这么多。我再去棚里边看看，棚里的草莓现在就剩下这些比较小的了，但这些小草莓其实比外边那个大的要甜很多。哦，这里边有一串个头稍微大一点的，3个，这儿还有1颗。哦，看看这个都是被蜗牛和鼻涕虫给吃的。哎，摘了满满的1小桶，这个外边的草莓会大一些，棚里的会小一些。2个小朋友见到这些草莓应该会挺高兴的了。其实这1桶草莓已经挺多了，但是2个小朋友非常非常喜欢自己家的草莓，很可能都不够他们2个吃。好了，我把刚摘的草莓还有我们准备要吃的菜一起端回去了。